2026年刚一开年就不太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号派特种兵直接到委内瑞拉，把他们的总统马杜罗给抓到美国去了，接受美国法院的审判啊。紧随其后，他又对格陵兰岛磨刀霍霍。他说了啊 ，We need Greenland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It's so strategic. Right now, Greenland is covered with Russian and Chinese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nmark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 can tell you. 格陵兰岛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啊，对美国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美国不控制的话啊，那中国和俄罗斯那就有可能控制这个岛。所以呢，一方面希望用钱把格陵兰岛给买下来，另外一方面说，如果钱买不下来的时候啊，不排除动用军队。那你想，格陵兰岛一共只有5万多居民，那哪能对付得了美国呢？是吧？现在欧洲这些盟国啊，都不知道如何面对特朗普提出的要求啊。所以2026年啊，可能注定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度啊。这边厢1月6号啊，中国的商务部突然宣布，一共有168页的一个军民两用商品的目录啊，全面停止对日本的出口，一下子啊，给中日关系投下了一个震撼弹。这个军民两用的商品清单呢，是2025年12月31号啊更新的，因为这个有2025年版，这是2026年版啊。更新之后，1月6号这一天，突然宣布对日本开始全面禁止出口，而且啊，这个禁令啊是没有缓冲期的，宣布之日啊就开始立刻生效。那存心要打日本一个措手不及啊，因为我宣布对你禁止出口，那如果有缓冲期，那你日本你赶紧进口啊，囤积啊，那可以把这个贸易冲击啊降到最低限度。我现在宣布之日，我立刻就开始实施，那你想想，那些日本企业还没有来得及囤积这些商品呢，可能就面临着一个断供的措施啊，卡脖子啊，要卡的日本呢要非常及时，要让日本感觉到疼啊。与此同时还宣布了，中国现在开始搞长臂管辖了，就说卖给日本这些商品呢，不得通过其他国家转口再卖给日本。你比如说香港啊，这个越南呐，和新加坡这些企业啊，如果你要是从中国买的这些军民两用的商品，你转手卖给日本的话，那中国要实行黑名单制度，那把你拉黑，拉黑之后啊，你这些企业啊，将来你就不能购买中国的商品了啊。这个长臂管辖过去都是美国一贯使用的啊，那中国现在也开始有样学样，搞起了长臂管辖呀。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对日本实行军民两用的清单的全面禁止出口呢？那中国商务部当时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非常明确，就说日本的领导人呢，近一段时期发明的那个言论呢，极其错误，暗示啊，大陆和台湾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进行介入，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这个性质是极其恶劣的。那毛宁呢，当时面对这个外国记者的提问，也大概重复了同一个意思啊。我想指出的是，高市早苗首相涉台错误言论，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发出武力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言下之意，就是因为高市早苗前一段时期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个存立危机的发言而来的。那么这个消息一公布呢，那日本政府反应也是非常强烈。1月7号这一天，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局的局长紧急召见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啊，提出严正的抗议，说这东西不可接受，这是专门针对日本。那1月7号这一天，日本的官房长官召开记者会，那就有记者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清单里头包不包括稀土啊？那官方长官就说了，昨日ですが、中国政府から日本向けデュアルユース品目の輸出管理の強化に関する広告が発表されたこと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
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措置の対象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の対象と、内容というものは、まだ不明瞭な状況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たがって、不明瞭なことから、どの産業にどういう影響があるか、それについても、まだ、精査分析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その精査分析をした後の必要な対応の検討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た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马律师。那么这件事情啊，到底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将会对中日的经贸往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新闻啊，给中日关系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续的震撼性的影响啊。首先，第一个方面，我觉得中国啊，对日本这次采取的军民两用清单的这个禁止出口的时机啊，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朗普会在今年4月份啊访华，因为去年1年主基调是中美之间打贸易战，那么中美呢边打边谈啊，一直谈到了11月份啊，双方不是签订了一个协议嘛？这个协议啊休战1年，同时约定呢，今年4月特朗普访华，然后呢，在稍晚的时候呢，习近平访美。这个特朗普呢，其实非常看重这次访华，所以在特朗普答应中国访华之前啊，其实中美关系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里头，美国不太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反应。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高市早苗啊，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那段言论出来之后，美国实际上对中日之间的外交纷争啊，始终没有表态，没有表示支持日本。所以你可以看，就日本舆论呢，对美国实际上是蛮失望的。为什么蛮失望的？就是说，实际上高市早苗讲的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其实是在帮着美国的嘛。但是美国不领情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啊，当时给高市早苗打电话的过程中间，后来路透社还讲了，实际上特朗普认为高市早苗啊，在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上给美国找了麻烦，所以中国瞅准了这个时机。也就是说，在今年4月份，特朗普访华之前，美国不会跟中国由于其他国家的问题啊，直接撕开脸面。在这种时候，中国如果卡日本的脖子，其实啊，美国啊，大概率会袖手旁观。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1月4号啊，韩国总统李在明啊访华啊，这次访华的规格很高啊，4天3夜啊，这基本是访华里头最高级别了啊。那你到中国来待的时间长嘛？要知道中韩关系啊，在过去10来年啊，关系一直也是非常不好。因为当年萨德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时候，中韩关系就跌入到冰点了嘛。中国把韩国在中国开的超市啊，基本都给关了啊。那么从2019年之后，这两国之间首脑也就没有接触互访了。那这一次中韩首脑的互访啊，实际上表明了中韩关系啊在极大的改善。那李在明这次访华呢，也准备了厚礼呀。那这一对中国清朝王府的石狮子，一个1吨多重，专门给搬回到中国来了啊。然后呢，你看，那当时去年习近平访问韩国的时候，那不是给那个李在明送了一个小米手机吗？是韩国的产品，这个曲面是韩国的产品。디스플레이는 한국 제품입니다. 샤오미. 这是给您和夫人。 통신보안은 잘 됩니까? 这个通信保安怎么样啊？非常好。看看有没有后门。 뒷문 있는 还有 차로 微信电 확인해 话。 보십시오. 这一次人李在明啊拿到中国来了，跟习近平还搞自拍呢。他说：“咱俩合张影吧。”习近平还说：“拍的挺好啊。”所以李在明这次啊带了一个200人的考察团来到中国。那韩国的4大财阀，每一个家族都派了一个阵容相对浩大的代表团，随着李在明一起来访华。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啊，甚至可以说就是想取代日本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地位啊。那就在这个时候，李在明还在中国呢，跟中国秀恩爱的同时，中国宣布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你想想这个时机是不是精心选择的？所以就是在日本感觉到，韩国好像是要取代日本的时候，在日本身上来了一刀。所以这个时机啊，应该说是选的啊，是非常的稳准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
就是说中国采用啊这个军民两用清单啊，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啊，是不是合法呢？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 WTO 的成员国啊。WTO 啊讲究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里头有基本原则，就是你不能把贸易武器化。就你两国之间，你不管有什么纷争，这贸易本身它应该是中立的。如果你要把贸易武器化的话，谁还敢搞 WTO 啊？对不对？你搞 WTO， 我把我自己的产业链都交给你了，然后你哪天不卖给我了，我不就死定了吗？所以 WTO 的基本原则就是说，贸易本身是中立的，你不能在两国外交上你把它当武器。但是 WTO 啊，实际上有2个例外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反倾销，就是你这个国家，你到我这卖太多了，卖的我们自己的工人都失业了，而且呢，你低于成本价，这不可以啊。第二个呢，就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考虑，你如果没有这2个例外条款的话，你基本上把贸易当武器化啊，都不被 WTO 的原则所允许。但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难免，对不对？那么这里头最好用的手段，实际上就是贸易制裁。尤其是那些贸易优势的国家，那中国啊，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跟日本就闹过一次。2010年的时候啊，当时中国有一个渔船的船长在钓鱼岛那地方打鱼。喂，怎么了？怎么了？喂！结果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中日就钓鱼岛发生了对峙，中方就要求日本放人，日本就不放。结果中方就使出了杀手锏，就把这个稀土啊对日本的出口一下子给控制起来了。控制起来之后呢，当时日本一下就慌了，因为日本的稀土啊90%依赖于中国。稀土这东西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你还不太好找替代品。所以一夜之间，日本呢就感觉到非常疼啊。据说当时丰田汽车差一点没停产，因为这些稀土永磁材料啊，那直接影响现在的汽车啊，你混动汽车，你那电机全都是用稀土材料的嘛。所以当时日本呢就向 WTO 去申诉，说中国你这个就是把贸易武器化啊。那当时呢，把中国告到 WTO 的时候，中国就讲了一个理由，说我们这个稀土这东西啊，开采起来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我们中国现在呢也准备啊爱护环境了。过去呢环境有点代价高，现在我们进步了。第二个呢，我们要节约资源，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本身呢它比较稀有嘛，所以呢我们用起来也要节约一点啊。但这2条理由都被 WTO 给驳回了。WTO 的裁定理由是什么呢？说你中国既然要节约资源，那你应该境内外同时节约，你不能说你境内不节约，你专门针对日本节约，这个理由不成立。你对美国你也没节约嘛，对这个欧洲你也没节约嘛，你单独对日本节约，裁定日本胜诉。但是啊，裁定日本胜诉已经是2014年了。你想想，中日发生纠纷的时候是2010年，所以那时候黄瓜菜早就凉了。实际上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日本就把中国那个船长给放了。放完之后呢，实际上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这个稀土问题大部分也就解决了啊。但是日本也使用过这种招数，不光中国使用啊。2019年的时候啊，韩国当时法院裁定啊，说日本啊，当年2战期间，你这个强征韩国的劳工，我裁定你赔偿，你就是日本的那些企业，你得赔偿我们当时韩国的那个劳工啊。这个法院判决出来之后，日本就不干了，因为日本认为啊，1965年的时候，韩国和日本呢签署了一个韩日之间啊这个请求权的协议，已经一揽子解决了2国之间因为2战期间所发生的所有赔偿问题。那你现在韩国的法院又裁定我们赔偿，你违反协定嘛？你的国内法不能逾越2国之间的协定嘛？但是韩国当时坚持让日本赔啊，日本就不干了。日本不干了之后呢，日本也祭出了这个贸易制裁的法宝。他当时呢宣布有3项针对韩国的商品呢出口啊进行管制。哪3项呢？一个是光刻胶，一个是高纯度的氟化氢，第3个叫氟聚酰亚胺。这3项产品呢，基本都是在半导体生产过程中间的关键原材料。光刻胶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在那芯片上要进行刻蚀的时候啊，那光刻胶先涂上去嘛，涂上去之后，你在那个刻蚀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韩国啊，
对日本的乙醇度当时是80%，因为日本是光刻胶全球生产的第一大国，这方面技术非常领先啊。第二个，高纯度的氟化氢，这日本也是非常厉害啊，这也是在生产这个芯片过程中间的关键的原材料。韩国当时对日本的乙醇度是90%。第三项，这氟聚酰亚胺也一样，也是生产这个芯片过程中间的关键原材料。当时这3项贸易制裁一出来之后，韩国也立刻就傻了。韩国的三星啊，在2010年的第2季度到第4季度啊，这2个季度过程中间，利润一下暴跌53%，整个营业额下降30%，差点没停产。因为你一时之间你想找其他的替代品，你也找不着嘛。那韩国还有一个企业叫海力士啊，这海力士的营收直接腰斩，利润一下子下降了89%。据事后啊，就是韩国的这些评估啊，就日本的这个制裁对韩国的 GDP 的影响呢是1个百分点。你想想，这韩国立刻就觉得疼了，是吧？但是韩国呢，当时啊跟日本打这场贸易战啊，打来打去打了5年，一开始也告 WTO 啊，也没啥用。后来美国积极斡旋，但是仍然让韩国感觉到非常疼。最后这件事情啊，韩国认怂了，韩国就提出来由韩国政府啊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呢去赔那些劳工，这日本政府就接受了。所以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两国呢基本这件事情就平息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2个例子啊，就是贸易制裁啊，在这个和平时期非常管用，所以很多国家愿意使用。那么这一次啊，中国所采用的这个方式啊，应该说它吸取了2010年那次教训。那次呢，毕竟给告到 WTO 了嘛，虽然告到 WTO 啊，也不一定管用啊，4、5年以后再管用，你当下还是非常疼的。但中国这次呢，其实把这个法律漏洞也堵上了。中国这次利用的是什么呢？中国这次利用的就是国家安全利益的豁免。这个国家安全利益的豁免 ，WTO 里头就规定，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啊，你都可以采取一些贸易限制措施。那么这个贸易限制措施里头呢，关于这个国家安全利益啊，它其实都要求你自己可以做界定，你自己可以判断什么属于国家安全利益，只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就可以了。这个其实中国啊也是跟美国和日本学的啊，美国就不用说了啊，美国你像川普这一次都已经把国家安全利益玩坏了。美国川普搞的贸易战，从他2016年开始搞的贸易战，包括这一次搞的贸易战，其实用的都是国家安全利益条款。但是国家安全利益啊，早期啊，实际上大家都从国防角度去理解，就是你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到军事手段啊？但是川普呢，已经把这个国家安全利益啊扩大到了经济安全，那经济安全就没边了啊。所以这个规则已经被川普玩坏了。日本在2023年的时候也搞过一次，那么那次的美国当时宣布啊，说14纳米以下的所有的这个芯片技术啊都不能出口到中国。当时美国为了围堵中国，就找到了荷兰和日本，因为荷兰和日本都是半导体生产过程中间的强国啊。那荷兰不是搞那个光刻基因吗？那日本呢，在半导体的前沿的这个材料方面呢，也都是在全球领先啊。说我们3个签订一个协议，14纳米以下的东西都不能卖给中国。那日本呢就觉得当时啊，就如果直接跟美国联合这么搞，那中国肯定跳脚啊，所以没有跟美国联合发声明。但是他把23项半导体产品呢列入到了一个军民两用名单。这个军民两用名单里就规定啊，这个出口的话就需要许可证管理。但是呢，他当时规定的时候是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区域都实行这个管理，全域嘛加这个许可证嘛。但是对美国、欧洲一共42个国家采用一般豁免，但是中国也包括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你就一案一申请。所以当时那个23个这个军民两用名单，中国的理解就是你日本当时就针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进行卡脖子。中国现在也学会了，但中国这次啊，他其实用这种国家安全利益啊，一共168页，同时宣布只针对日本，对日本这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制裁。那你说它有没有合法性？我觉得啊，日本就算告到 WTO， 这次要说告赢的可能性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逻辑是这样的：高市早苗，你当时不是说了吗？中国如果跟台湾之间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
那么日本就不排除使用武力去干预。那你这不是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吗？你既然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那么我所有商品出口到日本的都不能提高你日本的军事能力。所谓的军民两用的管制清单，表面上来看，目的就是如此，就是所有的这些商品就既可以用于军事用途，也可以用于民事用途。民事用途我可以给你，但是军事用途绝对不可以。但是说句心里话，这个民事用途和军事用途啊，这个其实可宽泛了去了。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鳗鱼饭，日本人特别喜欢吃啊，鳗鱼有10%都是中国进口的。那如果你要是给自卫队吃的鳗鱼饭，那这就属于这增加了你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军事力量啊，我同样可以不出口给你啊。所以这个完全看中国自己的认定了。所以啊，这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在法理上来讲，至少现在看呢，好像是过得去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168页的贸易清单。这个168页的贸易清单，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个清单了。中国是在2024年的11月份啊，通过了军民两用清单的一个管理条例。我刚才不是讲了吗？2023年的时候，日本搞了一个军民两用清单吗？2024年，中国也开始学了，搞了一个军民两用清单的出口管制条例。这个条例出台之后，在这一年的12月份，中国公布了2025年的出口管制清单。这个出口管制的军民两用清单呢，首批公布的清单一共是161页。我还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 VPN 的设备啊，都属于管制的。我一开始不太懂，有些人就说了 ，VPN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仅仅用来翻墙，那你就加密通讯，军事上也可以用。这是2025年搞的啊。那么在2025年的12月31号，中国更新了这个清单，161页的清单变成了168页。我仔细对比了一下这两个清单啊，它增加了哪些内容呢？增加的内容啊，主要就是一些金属元素。这金属元素里面呢，又包括2类，一类是稀土，尤其是重稀土啊，比如说镝，比如说镉，比如说铬，比如说乙啊，这个加起来啊，还有这个铋等等啊，就这些重稀土元素啊，这个呢都添到这个清单里头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它虽然不属于这个稀土元素啊，但是也是属于啊中国控制的核心的供应链的。你比如说金属钨和钼，那这个属于中国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可以卡脖子的啊。钨中国控制了全世界产量的80%，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乙醇度非常高嘛，中国就把这个清单予以更新了，在12月31号加了7页。12月31号，加了7页之后呢，到1月6号突然宣布这个军民两用清单呢，对日本开始全面的实施，一个都不许出口了。那么这个清单对日本的影响如何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方面，那肯定就是稀土了，因为2010年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打过一次关于稀土的贸易战啊。那么那一次日本就已经很疼了，因为现在啊这个稀土啊，主要涉及的都是一些磁铁、永磁铁。这磁铁在哪些行业里头用的比较多呢？一个电动机、电动汽车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里的电机啊，这电机啊就必须要用的稀土元素所造的永磁铁。第二个，风力发电站，风力发电站其实那里头也是有个电机设备的，那也必须要用的永磁铁。第三，现在的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你的所有的电机设备中间也全部都用到这个永磁材料。我刚才讲了，2010年啊，那次日本跟中国打了贸易战之后啊，日本当时就觉得非常痛，因为90%的稀土要依靠中国嘛，所以那之后啊，日本就已经开始搞一些它稀土的元素的全球化、多元化配置。当年日本对中国的稀土的乙醇度是90%，现在已经降到了60%了啊。它采用哪些措施呢？比如说澳大利亚有稀土矿，搞一些股权投资，而且跟美国准备把澳大利亚的稀土矿放到马来西亚那地方去冶炼。第二个，就日本呢，这个海底下有很多海泥，这海泥中间的稀土含量比较高。日本现在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那个地方准备把那海泥捞上来之后，在那儿提纯这个稀土。第三，日本呢有个什么大臣，就是那个女的混血的啊，她不也说了吗？
レアアースに関しては資源開発のみならず供給源の多角化やレアアースの使用量削減や代替回収リサイクル備蓄等さまざまな観点からの取り組みが同時に求められる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内閣府においては SAP によるレアアース生産に向けた技術開発等の取り組みに加えてご指摘いただいたレアアースの使用量削減そして代替に向けて経済安全保障重要技術育成プログラム K プロの方においてレアアースを使わない磁石の開発とか、あとレアメタル使用量を低減した耐熱超合金の開発等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引き続き関係省庁と連携をして、レアアースに関した研究開発を着実に推進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但是这3种方式啊，总体来讲啊，都远水解不了近渴。你都在10年之内，你很难解决对中国稀土元素的依赖。所以中国这个稀土元素啊，对日本来说那是卡脖子中间的卡脖子，尤其是电动车行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本来在全世界啊，电动汽车就属于领先了啊。日本现在最近1、2年，整个汽车产业已经开始想明白了，过去的自己的技术路径错了，搞混动啊，搞氢能源都搞错了，现在也想搞电动汽车啊。但是你搞电动汽车，你这个稀土元素你就得靠中国，没有中国的话，你电机生产不了啊。所以日本的野村证券就分析啊，如果稀土行业中国对日本全面禁运3个月，日本的经济损失是6600亿日元 ，GDP 会降低0.11%，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金属镓，这金属镓啊不是稀土啊，这镓这个金属呢，这个熔点非常低，它的熔点只有29度，你放在手上它都会融化。大家都知道这个砷化钾、氮化钾啊，现在这个军用雷达里头啊，这个应用非常广泛。是这个现在相控阵雷达过程中间最关键的这个化合物了。那除了军事领域内啊，民用领域内的，比如说5G 的通信领域内啊，那这个氮化镓的使用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啊。这个镓元素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度是多少呢？非常恐怖，是98%。它是在生产这个铝土矿提纯过程中间的一个副产品。中国已经把全球范围内所有其他国家的镓生产线全部打败了。最后一家就是德国嘛，德国当时在2016年、2017年生产镓的企业就破产了，因为中国的成本太低了嘛。所以现在中国控制了全球98%的生产能力，而日本呢，对中国的这个镓的这个乙醇度那也是非常高啊。另外一种金属叫锗，这个金属锗呢，这个光纤中间呢非常重要，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呢大概是68%，那你想想这个乙醇度也是非常高的啊。第三就是石墨，石墨啊，现在生产这个锂电池中间，石墨是关键材料，锂电池中间的负极就是石墨材料，所以锂电池中间重量的10%到15%是石墨，而石墨呢，中国啊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0%，初级原料的67%，精炼材料的80%，日本对中国的石墨的依赖度也在80%左右，都得从中国来进口。如果没有石墨的话，日本的锂电池行业基本上也就瘫痪了。现在你要去补充到其他国家进口也难以取代，通过其他国家来弥补从中国这么大的量，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啊，就是氟化氢。这氟化氢啊是一种化合物啊，还包括萤石啊。这氟化氢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日本实际上是能够生产高纯度的氟化氢的。但是这个氟化氢的原材料比较初级的氟化氢，也包括生产氟化氢的萤石，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这萤石啊，它需要在中国进口87%，剩下7%呢来源于蒙古，4%呢来源于这个泰国。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的话，其他国家完全填补不了这个氟化氢。这个氟化氢也是在生产这个芯片过程中间的关键的原材料，而且比较可怕的是，这氟化氢啊，它是一个腐蚀度非常大的这个化工品，它一般的库存就只有1到2个月，因为你库存的成本非常高，不太好储存。那么你突然一卡脖子的话，这氟化氢一断供，那么日本的很多芯片企业可能都马上面临停产的威胁。第5个方面就是金属钨，这钨啊，中国是控制了全球产量的80%。这钨合金大家都知道，那是军队生产那个坦克的穿甲弹就是用钨金刚。那除了军事用途之外，你在民事用途里的那个钨合金呢，是很多切削材料、机床的一个核心原材料。如果没有了钨合金，那你很多机床就没办法生产了。日本的
机床啊，在全世界是非常领先的数控机床啊。但是离开了金属屋，那日本的这个机床行业可能也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这就是那个168页的军民两用清单中间对日本来说关键的卡脖子的这些项目啊。中国除了对日本宣布禁止进口的这168页的军民两用产品啊，在1月7号这一天呢，中国商务部就说了，说日本呢有一项产品啊，中国对它进行反倾向调查。这反倾向调查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呢？这个叫二氯二氢硅。这二氯二氢硅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气体，也是在生产芯片过程中间的一个前置性的原材料。中国就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谁提起的呢？是中国有一家企业叫唐山三福电子，他在12月8号向中国商务部提起的，说日本呢生产这个二氯二氢硅啊，从2022年到2024年啊，3年的时间，在中国啊出口扩大了，扩大过程中间价格下跌了31%，这对中国啊企业不公平竞争。当然了，这唐山三福啊就是生产这个二氯二氢硅的啊。中国商务部从1月7号开始立案调查。这个呢，二氯二氢硅啊，中国现在企业也能生产，但是纯度不如日本，稳定性也不如日本。那如果对日本要进行反倾销调查，加征反倾销关税的话，那你日本的产品要想进入到中国就比较困难了。韩国也能生产这个呀，韩国现在不是正在中国呢吗？那如果把日本踢出去了，韩国那些商品进入到中国，那这还送给韩国一份大礼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对日本的一个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扶持中国本土企业来成长，因为中国市场大嘛。那中国的本土企业啊，虽然现在的纯度不够，稳定性不强，那假以时日就能追上日本。但是你前提条件你给它市场嘛，把日本的企业清出去，给中国的企业扫清市场障碍。第二呢，就是说可以把日本的竞争对手的一个国家，韩国啊、美国啊，还可以送给他们一份礼物。那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特朗普，中国说我们买你们的二氯二氢硅，特朗普肯定笑纳呀。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也是针对日本的有针对性的一个贸易制裁的计划啊。那么整个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就是这2个方面，一个就是禁止出口的，一个就是进口方面的本身的这么一个反倾销的调查。我刚才讲了啊，中国这次的打击是极具突然性的，就是没有缓冲期，立刻生效。另外一个方面，实行长臂管辖。这长臂管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再也不能通过转口贸易来绕过中国的贸易制裁。那中国呢，就由过去的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执行者，变成了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过去只有美国可以这么搞，因为美国仰仗是什么呢？一个是美元的贸易体系，你不服从我，我不让你用美元结算。另外呢，美国也是全球的贸易优势国，掌握着高精技术的产品，我对你进行制裁。中国现在呢，当然没有美元贸易体系啊，但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供应链的这么一个贸易体系，就是你现在你只要搞高精技术制造业，你都离不开中国嘛，离不开中国，我就可以对你进行制裁，你哪个国家不怕呢？所以中国现在也开始搞起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臂管辖原则了。讲完这个之后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日本政府啊，面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制裁啊，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1月6号中国宣布，到1月8号这2天，高市早苗都没有讲话。高市早苗1月6号那一天啊，还去参拜一个神社呢，不是靖国神社啊，今年他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当天他还说了，2026年希望能够改善中日关系。但其实就在同一天，中国的商务部公布了这个制裁的贸易清单。所以日本这次出来讲话的就是日本的官房长官高市早苗，始终没有讲话。我估计现在还在想怎么应对啊。那么现在有些人就讲了，他说日本也可以对中国进行报复啊，日本的光刻胶啊，中国也是离不开啊。但我认为啊，日本呢进行贸易的反制裁的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要是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进行反报复啊，那中日之间那就你报复我，我报复你啊，那就没头了。而且呢，如果日本想到 WTO 去告中国的话，那如果你也是反报复了的话，你就没有正当性了。所以我猜日本实际上不太可能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措施进行报复。
那么现在中国的目的非常清晰，中国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日本做出2个反应。第一，就是高市早苗收回当时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句话；第二，要么就是高市早苗下台，换一个日本的内阁，重新宣布，日本有事儿，台湾和有事儿之间没有关系，那么中日关系才有可能改善啊。中国现在呢手上准备了一系列的牌。首先这件事情刚出来之后呢，中国不是宣布取消航班，什么旅游警示，所以中国游客就不来日本了吗？那不来日本呢，虽然日本的伊势丹呐，很多商业百货现在的卖东西都下降了20%啊，日本可承受。尤其是日本的旅游景点本来人满为患，中国人不来，很多日本人还谈冠相庆呢，这是中国人讨厌，可算他们不来了。然后呢，欧美国家也替代性比较强。但是中国现在的第2轮牌，实际上从12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所谓的反倾销调查，12月8号就提起了吗？12月31号更新了目录清单吗？1月6号开始宣布对日本禁运吗？这是第2套牌。这第2套牌中间涉及的面就广啊。我看有人统计因为中日之间的贸易规模是3000亿美元，双方基本贸易平衡，就日本买中国1500亿，中国买日本1500亿美元。在日本买中国的1500亿美元中间，这一次的168页的贸易清单大概覆盖了差不多贸易品类中间的一半，而且这中间的标准之模糊中国要求日本可能一案一申请，那这个其实对日本的影响可就大了，那就不是仅仅关于那旅游那部分了。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卡脖子的项目，所以中国的目的是在这儿。因为当时高市早苗跟中国发生这个冲突之后呢，始终没有收回这句话，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在日本国内还获得了非常大的支持度，他的支持度从75%飙升到83%，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首相中间支持率最高的差不多之一那给人感觉跟中国硬刚高市早苗反而获得了国内普通选民的支持。那么迫使高市早苗改变立场的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让日本的经济界、日本的企业界给日本内阁施加压力。所以现在这压力呢，就由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变成对日本的经济界施加压力。我卡你这个企业的脖子，我让你3个月之后你很多生产线不得不停产，那你怎么办？你可能就得回到中国的谈判桌上来。不过我认为高市早苗如果收回他那句话的话，他的内阁基本也就破产了。所以说他只能硬扛。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日本的经济界表现出足够的经济痛感，比如说真的受不住了，那么最后导致高市早苗的内阁的支持度下降，才有可能导致高市早苗的内阁下台。我看路透社发了一篇文章，分析的挺有道理的。日本内阁一开始针对中国的高市早苗这句话，他们的判断是，他们不会针对日本国内的普遍的其他的经济领域内进行制裁，因为这是高市早苗一个人说的话。但是呢，中国现在普遍的对日本的所有的商品进行贸易禁运，出乎了日本的内阁的这个预期。第一，第二，就是日本政府内部似乎现在也有一些动摇了，面对高市早苗这句话出现了一些分化，而中国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168页的清单分化瓦解日本政府内部。日本大家都知道，现在日元在贬值，通货膨胀在加剧，经济本身就是在闯关的关键时刻，中国要对日本进行全面卡脖子，那哪受得了如果这股力量升高了，那么高市早苗可能在当这个日本首相的日子就不长了。那至于中日两国双方的这个外交算计，到底谁的胜算更大，我估计半年之内见分晓。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中国による軍民療養品の輸出規制について伺います。中国政府は6日、日本に対する軍民療養品目の輸出管理を強化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台湾有事をめぐる高市総理の国会答弁への対抗措置とみられますが、こうした中国側の経済的威圧をどう受け止めていますでしょうか。日本企業や産業への影響についての現時点での認識、今後の対応についても伺います。また、対象品目にレアアースが含まれるかどうか、日本政府として把握している情報がありまし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
昨日ですが、中国政府から日本向けデュアルユース品目の輸出管理の強化に関する広告が発表されたこと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観光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およ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今般の措置の対象等も含め、内容に不明瞭な点も多いことから、我が国産業への影響等についての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が、内容を精査、分析の上、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関連で、はい、産経新聞の竹野氏です。今の質問に重なりますけれども、長官、今回の措置にレアアース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どうか、この点は現時点に不明瞭なので、政府としては判断していない、そういう理解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ように、措置の対象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の対象と、内容というのは、まだ不明瞭な状況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たがって、不明瞭なことから、どの産業にどういう影響があるか、それについてもまだ、精査、分析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その精査、分析をした後の必要な対応の検討というふう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わかりました。